從現在開始倒數，今天距離8月12日只剩下3個星期。3個星期之後，一場被稱為世紀日食的日全食會從北極圈出發，壓過格陵蘭的冰原，掃過冰島的火山海岸，最後在西班牙的黃昏裡謝幕。這是天文台的日曆，白紙黑字，每一秒都提前算好了，不會提前，不會遲到，更不會取消。世紀日食這個稱號也不是媒體隨口的形容，而是天文圈自己叫出來的名字。因為这樣的牌面，一個世代只輪得到一次。這場日食有多罕見，先給幾個坐標。它是27年來第一場掃過歐洲大陸本土的日全食，對西班牙來說是超過1個世紀的等待，對冰島來說是幾百年一遇的正面直擊。旅遊業者1年前就開始賣追日行程，天文攝影師的機票定在半年前，全時代沿線的小鎮旅館價格翻了好幾倍，全世界的天文迷都盯着8月12日，但同一個日期在另一群人的手機裡是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現的。過去這半年，一則警告在中文網絡瘋傳，從影音平台到通訊群組，標題一個比一個聳動。他說8月12日那一天，地球會失重7秒。他說會有4000萬人因此傷亡。他說這一切的源頭是宇宙深處2個黑洞的並合。這支影片，我們把這則謠言完整攤開，一條一條跟天文台的數據對賬，哪些是流傳的說法，哪些是可查證的事實，分開講，講清楚。先把流傳的版本原本放上桌面，在傳得最廣的那個版本裡，故事是這樣說的：2026年8月12日，日全食發生的同一時間，2個超大質量黑洞在遙遠深空完成並合，釋放出強大的引力波。引力波抵達地球的那一刻，恰好與日食疊加，地球的重力場會出現短暫異常。有的版本說失重7秒，有的版本更精確，說是 7.3 秒，有的版本甚至給出了一個精確到分鐘的時刻 14點33分。至於後果，流傳的說法描繪得像災難電影，飛行中的客機失去控制，高速公路上的車輛騰空，高樓裡的人被拋棄再衰落，全球預計4000萬人傷亡。還有加碼的版本，他說美國 NASA 其實早就知道這件事，已經秘密投入890億美元，在地下建造掩體，只保護高層，不告訴平民。配的畫面通常是火箭發射、地下隧道、黑洞模擬動畫，再壓上一行倒數計時，看起來煞有介事，資訊量很大，細節很滿。而細節很滿，正是這類謠言最容易讓人上當的地方。這則警告，你或你的家人多半見過，它通常是一支2-3分鐘的短影片 AI 合成的低沉旁白，配上黑洞吞噬星球的動畫，中間剪進幾段真實的火箭發射畫面，最後壓上一行紅色大字，緊急擴散。也有純文字版本在通訊軟體的群組裡流轉，開頭是一排驚嘆號，結尾是那句經典的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轉發的人未必真的相信，很多只是順手想着提醒家人總沒壞處，但訊息就是這樣長大的，每一次順手轉發都是幫他蓋一個可信的章，傳到後來連轉發的人自己都說不清楚最初到底是誰說的，根據是什麼。這正是我們今天要做的事，把根據找出來，攤在光底下看。也順帶說一句公道話，轉發這類訊息的人多數不是壞人，也不是笨，這種訊息瞄準的本來就是人性裡最柔軟的那一塊，保護家人的本能。一句寧可信其有，背後其實是怕萬一是真的，家人會受傷。所以拆解謠言的目的從來不是嘲笑誰，而是讓下一次的轉發之前可以先停3秒，仔細比對不同版本，還能看出這則謠言演化的痕跡。早期的版本只說失重，後來加上了黑洞並合，再後來補上了 14點33分這個時刻。最新的版本連 NASA 的預算數字都出現了，每傳一輪，細節就增生一層，像滾雪球。訊息在轉述中會越變越具體，因為具體的細節比模糊的警告更好轉發。換句話說，那些看起來最像證據的細節，恰恰是傳播過程自己長出來的。在台灣，這則訊息也漂洋過海上了新聞，入口網站的版面上掛過駭文開頭的標題，把失重7秒
4000萬人傷亡原封不動放進標題裡，內文在做查證與釐清。這其實是謠言傳播的另一個側面。闢謠的報道往往也在幫謠言的關鍵詞再曝光一次。很多人只劃過標題，沒有點進內文，記住的就只有失重和傷亡。所以這支影片選擇用最笨的方法，不搶快，不只給結論，而是一條一條把每個說法的來路和去路都走一遍。對付細節很滿的謠言，只能用細節更滿的查證。那麼這套說法是從哪裡來的？往回追，會發現失重謠言其實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配方，只是換了新包裝。最早可以追到1976年4月1日，英國廣播公司的愚人節玩笑。知名天文節目主持人派翠克·摩爾在廣播裡一本正經地宣布，木星和冥王星即將連成一線，引力互相疊加，聽眾只要在上午9點47分準時跳起來，就能體驗短暫的漂浮。那是一個愚人節節目。結果當天，數以百計的聽眾打電話進電台，信誓旦旦說自己真的飄起來了，還有人說自己撞到了天花板。這個玩笑後來被網絡撿走，每隔幾年就換一個日期復活一次，變成所謂的零重力日，說某月某日行星連珠，地球重力會減弱，人可以短暫漂浮。天文學家闢謠了一輪又一輪，他還是準時回鍋。他的生命力不在科學，在人性。漂浮這個畫面太有吸引力，門檻又低，人人都能在家跳一下驗證，驗證失敗也不会有人回頭追究，只會笑笑說原来是假的。零成本的恐慌，零成本的娛樂，這種訊息天生適合傳播。而到了2015年之後，這個配方迎來一次重大升級，因為那一年人類第一次真的偵測到了引力波、黑洞、并合、引力波，這些原本只在論文裡的詞，一夜之間變成新聞熱詞。謠言立刻吸收了新詞彙，把行星連珠換成黑洞並合，把重力減弱換成失重7秒，最後再加上關鍵的一步，把整個故事綁在一個真實會發生的天文事件上。8月12日的日全食是真的，日期查得到，新聞匯報，這就給了謠言一張可靠的臉。真日期、假災難是這類訊息一貫的手法。你去查日食是真的，於是傾向相信整段訊息都是真的。查證的第一課就在這裡。一則訊息裡有一個細節為真，不代表整則訊息為真。日期是天文台的，災難是編劇的，兩者必須拆開驗收。也順便回答一個問題，為什麼末日謠言特別喜歡挑天象下手？因為天象自帶3個特質，剛好都是謠言的養分。第一，它真實可查，日期擺在那裡，給謠言墊了一層事實的底。第二，它宏大而陌生，黑洞、引力波、日冕，多數人聽過但說不清，資訊落差就是操作空間。第三，它自帶倒數，倒數制造緊迫感，緊迫感會關掉人的查證本能，先轉發再說。而破解的方法也剛好對應，可查就真的去查，陌生就補上知識，倒數就讓子彈飛一下。末日謠言最怕的其實是時間本身，因為日期一過，它就當場過期。好，流傳的版本講完了，現在換另一本賬，天文台的賬，一條一條對。第一條，黑洞并合和引力波是真的存在嗎？是真的。2015年9月14日，美國的 LIGO 觀測站，2台相距數千公里的探測器先後接收到同一個訊號，訊號的形狀像一聲短促的鳥鳴，頻率在0點幾秒內快速拉高，然後戛然而止。2台探測器一前一後，相差只有千分之幾秒，方向與波形互相吻合，排除了地震、卡車、儀器、雜訊的所有可能。那是13億光年之外2個黑洞的最後一擊，一個約36倍太陽質量，一個約29倍太陽質量，互相繞轉，越轉越快，最後撞在一起。並合的瞬間，大約3倍太陽質量的物質直接轉化成能量，以引力波的形式輻射出去。那0點幾秒之內釋放的功率，超過可觀測宇宙裡所有恆星發光功率的總和。聽起來夠可怕了吧？這是宇宙裡最暴烈的事件之一，货真價實。從那之後，引力波天文學正式開張，人類等於多長了一隻耳朵，開始聽得見宇宙裡黑洞相撞的聲音。主導這項發現的科學家2年後拿下了諾貝爾物理獎。所以，謠言裡黑洞並合這幾個字
本身不是編的，它是本世紀天文學的日常，真正被編出來的是接下來的每一步。但接下來是關鍵的第二條，這麼爆裂的事件傳到地球還剩下多少力氣？答案是小到超出日常語言能形容的程度。引力波的強度隨距離衰減，跨越13億光年之後，它對地球的影響是把長度拉伸和壓縮大約10的21次方分之一。什麼概念？ LIGO 的探測臂長4公里，雷射光在真空管道裡來回奔跑，用光的干涉去量長度的变化。那次讯號讓這4公里改變了多少？大約是一顆质子直徑的千分之一。质子，原子核裡的粒子，人類肉眼永遠看不到的尺度，再除以1000，換一把更大的尺也一樣。從太陽量到海王星，大約45億公里。引力波掃過時，這把尺的長度變化還不到1根頭髮的直徑。這不是儀器不夠靈敏，是訊號本身就微弱到這個程度。所以2015年那一天，引力波穿過地球，穿過每一個人的身體，全人類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感覺，不是感覺輕微，是完全沒有感覺。要不是有精密到極限的儀器，我們到今天都不會知道它來過。還有一個事實，可以直接終結失重的想象，引力波不是稀客，它隨時都在路上。宇宙裡黑洞與中子星的併合頻繁到什麼程度？觀測網開機的季節，平均每個星期都能抓到好幾起訊號。也就是說，就在你聽這支影片的此刻，很可能就有某道引力波正在穿過你的身體。你有感覺嗎？沒有，昨天沒有，去年沒有，你從出生到現在都没有過。這就是引力波對人體影響的全部答案。不用等到8月12日，這個答案每一天都在重複。第3條，引力波會不會讓人失重？不會，而且在物理上就說不通。引力波是空間本身的漣漪，它極其微弱的拉伸再恢復，它不是開關，沒有辦法把地球的重力暫停7秒。地球表面的重力來自地球本身的質量，用公斤寫出來是6後面跟着24個0，穩穩的在你腳下。想讓重力消失，除非地球本身的質量消失。這不是修辭，這是官方闢謠時科學家講的原話大意。地球引力由它的質量決定，除非整個地球系統的質量流失，否則引力就不會消失。退一萬步說，如果真的存在一個近到能讓地球人失重的引力波源，那代表2個黑洞就在太陽系隔壁併合。我們要煩惱的絕不是失重7秒，而天文學家也早就會觀測到這對黑洞的存在。事實是沒有。全世界的探測器至今累積了數百起併合事件，每一次地球上連一片樹葉都沒有因此掉下來。順着這裡把失重2個字也講明白，人類確實體驗過失重。太空人在太空站裡漂浮，畫面大家都看過，但太空站的失重不是因為那裡沒有重力。太空站的軌道高度大約400公里，那個高度的地球重力仍然有地表的90%左右。太空人會飄，是因為整座太空站連人帶艙一直在往地球墜落，只是墜落的同時往前飛得夠快，永遠掉不到地面，於是變成繞着地球轉。失重的本質是自由落體，你想體驗失重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往下掉。遊樂園跳樓機下墜的那2秒，飛機拋物線飛行的那半分鐘，太空站的每一圈軌道，本質全是同一件事。引力從頭到尾都在，從來沒有人關掉過它。所以失重7秒要在物理上成立，等於要讓全地球的人同時進入自由落体，要麼地球質量瞬間消失，要麼整個地表一起往下掉。2個劇本都不存在任何已知的物理機制。第4條也是最一劍封喉的一條，引力波事件根本無法預報，探測器是在引力波抵達地球之後才知道它來了。2個黑洞什麼時候完成最後一圈，人類沒有任何辦法提前知道，更不可能提前半年精確預告它會在某年某月某日的14點33分抵達。現在的引力波觀測網，美國2台，歐洲1台，日本1台，全年連線值班，訊號一進來，警報自動發給全球天文台，大家再回頭追認，剛剛某個方向某個距離有2個黑洞或中子星併合了。注意這個順序永遠是事後，就像地震，儀器能在震波抵達後幾秒發出警報，但沒有人能提前半年預告
某天下午幾點幾分會地震，把不可預報的事寫成精確時刻表，這一條就足以判定整則訊息出於虛構，一個號稱來自科學的預言，卻建立在科學做不到的事情上。這是謠言自己拆了自己的台。再退一步，我們姑且陪謠言演完他自己的劇本。假設8月12日重力真的消失7秒，會發生什麼？答案恐怕會讓編劇尷尬，因為連災難的畫面都寫錯了。重力消失，東西不會往下掉，恰恰相反，墜落這件事本身就需要重力。飛機不會墜毀，機翼的升力還在，它反而會微微上飄。高速公路上的車不會騰空亂撞，它們會照着慣性繼續往前滑。你也不會被拋起再衰落，你只會像太空站裡的太空人一樣，原地輕輕飄起幾公分，7秒一到，穩穩落回地面。換句話說，就算完全按照謠言自己的設定去演，4000萬人傷亡的場面也演不出來。一個從前提到結局都不成立的劇本，這是第4條之外的加硬場。第5條，換日食這一邊，日全食本身會不會影響重力？把物理攤開講，日食的本質只是月球剛好運行到太陽和地球中間，把陽光暫時擋住，擋住的是光，不是引力。月亮每個月都會走到太陽和地球之間一次，就是每一次的朔，農曆初一。日食只不過是這一次排得特別整齊，影子剛好落在地球表面，太陽和月亮同側疊加的引力，每個月朔望都在發生，帶來的就是大潮，海水漲得比平常高一些，如此而已。初一15前後的大潮，漁民比誰都熟，幾千年來如此，沒有人因為大潮飄起來過。真要細算，日食當下太陽和月亮在頭頂方向的合力，會讓你的體重出現大約100萬分之一等級的變化，換算成重量，對一個成年人來說是一粒沙子的等級。你搭電梯下樓那一瞬間的失重感，都比它強烈不知道多少個量級。你這輩子每一次跳起來離地的瞬間，體驗到的失重都比日食劇烈1萬倍。月亮擋得住光，擋不住質量。這一句就是第5條的全部結論。這一條也順手處理掉另一個常見的衍生說法，日食會引發大地震。有人統計過歷史上的日食與地震，兩者之間找不到有意義的關聯。地球上平均每年發生10幾次規模7以上的地震，隨便挑一個日子往前後翻1個月，幾乎都能碰上一次。這是幾率的日常，不是天象的預告。潮汐力每個月都在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循環。如果朔望的引力足以觸發災難，人類文明早就在幾千次的初一、15裡毀滅過了。第6條，4000萬人傷亡這個數字從哪裡來？答案是查無出處，沒有任何一份科學報告，任何一個機構的模型推算過這個數字。它的功能不是描述事實，是制造恐懼的重量。而且你注意，它不說400萬，也不說4億，偏偏是4000萬，夠大，大到令人心頭一緊，又不至於大到荒謬，讓人本能起疑。再配上7.3秒這種帶小數點的精確，整則訊息就穿上了一件數據的外衣。這是災難謠言的標準剪裁，數字要大得嚇人，小數點要細得像真的。同樣查無實據的是 NASA 秘密花890億美元蓋地下掩體的說法。NASA 一年的公開預算也就是200多億美元，每一筆都要經過國會審查，攤在陽光下，要憑空藏起890億美元，等於偷偷藏起好幾年的全部預算，在美國的預算制度裡是天方夜譚。而 NASA 在這段時間真正公開發布的是這場日食的觀測指南和護眼須知，教大家怎麼安全看日食。一邊被謠言寫成末日的知情者，一邊在官網教你戴日食眼鏡，這2個形象你可以自己对賬。其實這一條還有一個更簡單的驗法，直接翻 NASA 自己的網站，上面關於8月12日的內容是觀測地圖、直播預告和一份寫給一般民眾的護眼指南，語氣平靜的像在介紹園遊會。一個正在秘密備戰滅世災難的機構不會有空提醒你記得戴日食眼鏡。第7條，官方的闢謠具體是怎麼說的？2026年2月1日前後，中國大陸的中新網、央视、央廣網等媒體接連刊出報道，標題直截了當，地球會失重7秒，科學家，這是謠言。內文把引力波的強度、日食的原理講了一遍，
結論是徹頭徹尾的謠言，毫無科學依據。日全食只影響光照，對地球的引力場、地月距離和運行軌道毫無影響。而更早之前，2025年年底，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就发布了這場日食的介紹文章，通篇講的是路徑、時間、可見範圍，沒有一個字提到失重，因為在天文學的賬本裡根本沒有這一項。台灣的媒體也報道過這則瘋傳的警告，標題掛着駭文2個字，內文同樣是查證與釐清。兩岸的天文圈和查核圈在這件事上高度一致，假的。還有一個小地方值得順手一提，流傳版本裡那個14點33分，對台灣的觀眾來說，有一層額外的荒謬，因為這場日食發生的時候，台灣根本是深夜。日食的最大時刻換算成台灣時間是8月13日凌晨1點46分前後。月亮的影子掃過冰島和西班牙的時候，台北的天空是一片黑夜，太陽在地球的另一面。一場台灣看不見的日食，配上一個跟真實時間表對不起來的時刻，要在台灣引發災難，這個劇本連時差都沒有查好。對到這裡，還可以多對一提很多人私下想過的，就算是假的，那天躲在家裡總沒有壞處吧？單就這一天而言是沒有壞處，但寧可信其有這個邏輯。有一個看不見的代價，它會一次一次餵養你對假訊息的服從。這一次你為了假的失重待在家，下一次可能就為了假的偏方停掉真的藥。查證的習慣像肌肉，每一次寧可信其有，都讓它萎縮一點。對付謠言真正沒有壞處的做法只有一種，花2分鐘查一次，方法就3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這件事有沒有具體出處？是哪個機構、哪份報告說的？找得到原文嗎？第二個問題，這種事在科學上可不可以被預報？凡是把地震、引力波這類無法預報的事講成精確時刻表的，直接出局。第三個問題，相關領域的官方機構怎麼說？天文的事查天文台，2分鐘就能查到。3個問題過完，10之8九的末日訊息會當場現形。順帶一提，這3個問題不只擋末日謠言、健康偏方、投資名牌、來路不明的內幕消息，一體適用。查證不是專業人士的特權，它只是一個習慣，一個在按下轉發之前先停3秒的習慣。謠言的賬對完了，但如果你以為對完賬，這場日食就變得平淡無奇，那就錯了。真相是8月12日這場日全食不需要任何編造，本身就足夠罕見。接下來講的每一個字都查得到。先講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巧合，正是它讓日全食成為太陽系的獨家演出。太陽的直徑大約是月亮的400倍，而太陽到地球的距離恰好也大約是月亮到地球的400倍。2個400互相抵消，於是從地球看出去，太陽和月亮在天上幾乎一樣大，月亮才能刚刚好嚴絲合縫地把太陽蓋住，只露出外圍那一圈日冕，差一點都不行。月亮再小一號擋不滿就成了環食，再大一號連日冕都一起遮掉。在太陽系已知的幾百顆衛星裡，只有我們的月亮跟太陽對出了這個尺寸。而日全食之所以難得，是因為月亮的本影投在地球上只是一條通常100-200公里寬的細帶，地球上幾乎每年都有日食發生，但全食带掃過的面積太窄，對地表上任何一個固定地點來說，平均要等上300多年才輪得到一次頭頂正上方的全食。這就是為什麼有人願意飛越半個地球去換那2分鐘。順帶補一個對照，住在火星上的人永遠看不到這種景觀。火星的2顆衛星太小，只能在太陽表面拖出一顆小黑點。木星的大衛星又太大，遮起來嚴嚴實實，沒有日冕可看。剛剛好的黑太陽加銀色日冕，全太陽系只此一家。再看8月12日當天的規模，以世界標準時間計算，下午3點多，月影的半影率先觸及地球，偏食開始。傍晚5點前後，本影落地，全食登場。5點46分前後，最大時出現在冰島外海。6點半左右，全食帶在地中海上空收尾。再過1個多小時，最後的偏食結束。月影離開地球前後加總大約 4.5 小時。這 4.5 小時裡，影子跨過2個大洲，一片大洋，還跨過了一條換日線。這條影子的旅程
本身就像一部公路電影，它的起點在俄羅斯的北極海岸，而且因為緊貼國際換日線，落地的那一刻，當地日曆上是8月13日。接着影子往西南移動，跨過換日線，時間反而倒退回8月12日，一場從明天開始，在今天結束的日食。這不是玄學，是地球時區制度和天體運行疊加出來的真實效果。影子接着橫越北冰洋，壓過格陵蘭東部的冰原，冰川與峽灣會在白天陷入短暫的黑夜，然後它轉向東南，掃過冰島西部，連首都雷克雅維克都在全時帶內。這場日食的最大時就發生在冰島最西端外海，大約44公里的地方，全时持續時間最長2分18秒。月影在地表移動的速度快的時候每小時好幾千公里，比任何飛行器都快。人追不上影子，只能提前站在影子的路上等它。冰島人自己怎麼看這件事也很有意思。上一次全时的影子碰到冰島已經是70多年前，一個平常以極光聞名的國家。這個8月賣點換成了白天的黑夜，島上的旅宿從去年就被預定一空。然後影子跳過北大西洋，在傍晚时分登陸伊比利半島，全时帶罩住西班牙北部的大片土地，從西北斜切到東南，一路掃向地中海沿岸和外海島嶼，最後在地中海上空離開地表。當地看到全时的時間是晚上8點半前後，盛夏的黃昏，太陽已經非常低，離地平線只有10度上下。低空的日全食，太陽像一枚黑色的紐扣掛在天邊，被日冕鑲一圈銀邊。攝影師稱之為一生一遇的構圖。馬德里就貼在全时帶的邊界附近，一線之隔就是2種天空。巴塞隆納則在帶外，只能看到10分很深的偏食。可以想象那個晚上，整個半島的天台、海灘和山脊上會站滿等待黑太陽的人。上一次西班牙本土有這個畫面是1905年，照片都還是黑白的。而全时帶之外，這場日食也會分一杯羹給大半個北半球，歐洲全境、北美東北部、北非西北部都能看到程度不一的偏食。太陽被咬掉一角的畫面會同時出現在幾億人的頭頂。對旅行社來說，這也是一次罕見的人口流動。業界預估，全時帶沿線會湧入數以百萬計的觀測人潮，小鎮的人口可能在1天之內翻上好幾倍。上一次歐洲出現這種為了天象而起的大遷徙，就是1999年。有些事網絡直播終究取代不了，黑太陽是其中之一。再看歷史坐標，這是自1999年8月11日以來，歐洲大陸本土第一次迎來日全食，相隔27年，而8月12日只是開場。2027年8月2日，另一場日全食從直布羅陀海峽出發，沿着北非海岸一路向東，掃過埃及的盧克索，在古神廟與帝王谷的上空，全食將持續超過6分鐘，是本世紀陸地上能看到的最長日全食之一。天文圈已經把它預定為下一場世紀盛事。2028年1月26日，一場日環食在黃昏時分收尾於伊比利半島。同一年，日全食還會輪到南半球，掃過澳洲的天空。連續3年，全食與環食輪番登場。天文圈把這段時間稱作日食黃金時代。順帶一提，8月12日之後16天，8月28日，還有一場月食接棒。日月食向來成對出現，一次在朔，一次在望，相隔半個月，這是軌道自己的節拍。這些日期沒有一個是預言家排的，全部出自軌道力學。天文台幾十年前就算出來了。把時間軸再拉長，還有一件事值得知道，月亮正以每年大約 3.8 公分的速度緩緩遠離地球。幾億年後，月亮在天上會顯得太小，再也遮不滿太陽。日全食這種天象將從地球上永遠絕版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剛好活在日全食還買得到票的時代，而且撞上連續3年的加開場次，這不是末日的預兆，這是現實的風景。把這個尺度放進心裡，再回頭看那則謠言，會有一種奇異的對比。宇宙給的是以1年計的從容，謠言給的是7秒鐘的驚嚇，哪一個更配得上你的注意力？答案不言自明。日曆是冷的，人心是熱的。天文台給出的是路徑與時刻，人心讀出的卻是吉凶與禍福。這中間的落差就是恐慌生長的縫隙。
每一次大天象幾乎都伴隨一次恐慌，這不是2026年的發明，歷史上有整整一排前例，一場一場翻出來，跟今天對照着看，你會發現劇本的相似程度高到像同一個編劇寫的。古代的中國人把日食叫天狗食日，天子要素服，避正殿，民間敲鑼打鼓放鞭炮，把天狗嚇走，太陽每次都回來了，於是鑼鼓被記上一功。商朝的甲骨文裡就有日食記錄，3000多年前的恐懼和今天群組裡瘋傳的警告內核幾乎沒變，天上出現異象一定意味着地上要出事。不止中國，古巴比倫人把日食視為君王的凶兆，甚至發展出替身國王的制度，日食前後找人暫代王位，替真王擋災。但也正是巴比倫人在一次次記錄恐懼的同時，慢慢發現日食竟有規律可循，整理出了沙羅周期，大約18年又11天，日月食的節奏就會重演一輪。恐懼逼住人類仰頭，仰頭久了就看出了規律。今天天文台能把幾十年後的日食算到秒，最早的那幾筆賬是3000年前被嚇壞的人記下來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古人留下的恐懼記錄今天還在替科學打工，史官把日食的年份、地點、时分如實寫進史書。現代學者拿這些橫跨上千年的記錄，反推地球自轉速度的細微變化，精度好到令人吃驚。恐懼是一時的，記錄是永久的。同一場天象嚇壞了當時的人，卻餵飽了後世的科學。1910年，哈雷彗星回歸，天文學家用光譜分析發現彗尾裡含有氰，一種有毒氣體，而地球將在5月19日前後穿過彗尾。這2個資訊各自都是真的，拼在一起卻被報紙渲染成毒氣滅世。有人連夜用布條封死門窗，有人搶購防毒面具，精明的商人趁機賣起所謂的彗星藥丸，宣稱吃了能抵抗彗星毒氣。結果地球如期穿過彗尾，什麼都沒有發生，因為彗尾稀薄到比實驗室能制造的真空還要空。藥丸商人賺走的錢倒是真的沒有退回來。這場鬧劇最值得記住的是恐慌的配方，2個真實的科學細節加一個錯誤的連結。彗尾含氰是真的，地球穿過彗尾是真的，毒死人是假的。真細節扛着假結論一路狂奔，跟今天的失重7秒配方一模一樣。1999年8月11日，上一次歐洲日全食那天，恐慌的主角換成了諾斯特拉達穆斯。他的詩集裡有一句流傳極廣的預言：1999年7之月，恐怖大王從天而降。日食剛好落在8月，於是有人把日食本身解讀成那個從天而降的恐怖大王，末日論一路燒到千禧年。那天數千萬歐洲人抬頭看着太陽被吞掉再吐出來，從天而降的只有月亮的影子，以及影子過境時驟降的氣溫。然後大家收拾野餐墊回家了。那一波末日情緒，台灣同樣沒有缺席。預言相關的書籍在書店裡賣到斷貨，廣播和談話節目講了一整個夏天。那場日食造成的唯一短缺，據說是各地加印的紙板日食眼鏡，一度賣到缺貨。末日沒有來，倒是給幾千萬人上了一堂免費的天文課。但歷史在這裡藏了一個漂亮的反轉，也是整個故事裡最值得講的一段。1919年5月29日，同樣是一場日全食，同樣有人抬頭，但那一次人類抬頭不是為了恐慌，是為了驗證。英國天文學家亞瑟·愛丁頓帶着設備遠征西非外海的普林西比島，要趁太陽被月亮遮住的那幾分鐘拍下太陽旁邊的星星。當天島上烏雲密布，愛丁頓一度以為要空手而回。全食前的最後時刻，雲層裂開一道縫，另一支隊伍同時在巴西的索布拉爾拍攝，兩地底片互相驗證。照片洗出來，星光的位置偏移了，偏移量正好落在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廣義相对論預測的數值附近。大質量天體會彎曲光線，被一場日食親手證實。愛因斯坦一夜之間成為全世界的名人，而廣義相對論這套理論後來還預言了另一件事：引力波。將近100年後，2015年LIGO 聽到了它，把這條線拉直了看，會發現一個近乎諷刺的閉環。今天的謠言拿引力波當嚇人的道具，而引力波這個概念本身
源自一個被日全食證實的理論。日食沒有毀滅過任何人，它反而是人類理解引力的功臣。謠言借來的每一個科學名詞，追到源頭，都站在謠言的對立面。下次再看到有人拿科學名詞嚇你，可以記住這個判別法：名詞是真的，不代表用它造的句子是真的；化學是真的，煉金術是假的；引力波是真的，失重7秒是假的。名詞免費，邏輯才值錢。把這些恐慌排成一排，還會看到一條不變的產業鏈。1910年賣的是彗星藥丸，1999年賣的是末日書籍和避難物資，2026年變現的方式換成了流量。恐懼的影片點閱率天生比闢謠的影片高，演算法不在乎真假，只在乎你停留了幾秒。於是末日訊息不需要任何人惡意策劃，光靠流量的重力，它自己就會滾大。看懂這一層，就看懂了為什麼同一個配方能賣100多年。每個時代，恐懼都找得到自己的收银台。那麼，回到最實際的問題，8月12日當天，我們可以期待什麼？可以做什麼？先講清楚，台灣本地看不到這場日食，連偏食都沒有，因為發生時段是台灣的深夜。想第一時間看到，最方便的方式是看直播。NASA、歐洲各大天文機構和各地天文台屆時都會全程轉播。台灣時間8月13日凌晨1點到2點多，是全食掃過冰島與西班牙的精華時段。熬一次夜，看月影，以每小時幾千公里的速度橫掃大西洋，是這幾年最值得的一場天文直播。時間表可以先抄下來。台灣時間8月12日深夜11點半前後，偏食開始，跨過午夜。13日凌晨1點前後，全食正式登場。1點46分前後最大時，2點半左右全食收尾。只想看精華的話，鬧鐘設在凌晨1點半，就能接上最大時前後的高潮段落。而且直播有一個現場看不到的優勢，轉播單位通常會在全食帶上布好幾個機位。冰島陰天沒關係，切西班牙，一個點被雲蓋住，還有下一個點。你在熒幕前反而是全世界視野最保險的觀眾。台灣觀眾對追日其實並不陌生。2020年6月21日，一場日環食剛好掃過台灣本島、嘉義、雲林、台東的觀測點擠滿了人。那一次的全民抬頭，很多人記憶猶新。而那天之後，下一次輪到台灣本島的環食或全食，要再等上好幾十年。所以這一代台灣的天文迷有一個共識，想看全食就得出門追。而未來3年，正是追日成本最低、場次最密的窗口。如果你人在歐洲或正在計劃旅行，那就是另一個等級的體驗。冰島的賭注是天氣，8月的西海岸多雲多變，賭贏了就是火山地貌配黑太陽。西班牙的晴天幾率高得多，內陸高原的黃昏，太陽低垂。全食來的時候，整個西邊天空會像同時上演日落與黑夜。要注意的是，低空視野觀測點必須挑西邊地平線沒有遮擋的地方，一棟樓、一座山都可能擋掉整場好戲。天氣的備案也要先想好。內陸在8月午後偶有熱對流雲，經驗豐富的追日者會準備2-3個相距上百公里的備用點。全食前一天看雲圖做最後決定，機動性本身就是觀測配備的一部分。行程也有幾個實際提醒。全食帶內的住宿很多1年前就被天文迷訂滿，現在出發，房源要有心理準備，租車要早。全食當天，全食帶周邊的公路會出現罕見的天文塞車，相機拍片時需要專用太陽濾鏡，直接對着太陽按快門，感光元件可能當場報銷。而所有老手都會給新手同一句忠告：第一次看全食，放下相机，用眼睛看。那2分鐘拿來按快門是最虧的交易。安全規則永遠是第一條。看偏食階段，必須全程戴着符合 ISO 12312到2標準的日食眼鏡，太陽眼鏡不行，底片不行， X 光片更不行，這些都擋不住會灼傷視網膜的光。只有在全食那短短2分多鐘，太陽被完全遮住時，才可以拿下眼鏡直視。而那2分鐘會顛覆你對白天的認知。氣溫明顯下降，天色暗成深藍色，金星和亮星在白天現身，四周360度的地平線同時泛起晚霞色，鳥類安靜下來，然後
黑色的太陽周圍炸開一圈平時永遠看不見的日冕，復光的瞬間，第一縷陽光從月球山谷的縫隙鑽出來，亮成一顆鑽石。看過的人都說，照片和現場的差距像明信片和真實的大峽谷。帶孩子同行的家庭要多一層留意，日食眼鏡要確認貼合，偏食階段大人小孩都不能有任何一秒的裸眼直視。視網膜沒有痛覺，灼傷的當下不會痛，等發現的時候往往已經晚了。在偏時代的朋友還有一個零成本的玩法，找一張紙戳個小洞，讓陽光穿過小洞投在地面，投影會是一枚一枚的月牙，樹蔭底下更壯觀。夜戲就是天然的針孔，整片地面會鋪滿缺角的太陽，不用任何器材，這是光學送給所有人的紀念品。最後把賬本合上之前再對一次總賬，失重7秒假的， 7.3秒也是假的， 14.33分一個跟真實時間表对不上的虛構時刻，4000萬人傷亡，查無出處，890億美元地下掩體，查無此事，黑洞并合，真的，但它跨越13億光年送到地球的力道，小於一顆质子直徑的1/1000。8月12日的日全食，真的 4.5 小時的行程，2分18秒的最大全食，冰島與西班牙的黑色太陽，每一項都寫在天文台的日曆上，幾十年前就算好了。兩本賬放在一起，高下立判。謠言的賬本每一條都查無實據，天文台的賬本每一條都歡迎你去查。這就是預言的說法和可查證的事實最根本的分別，一個怕你查，一個等你查。100多年來，人們一次又一次在變暗的天空底下尋找末日。1910年找的是毒氣，1999年找的是恐怖大王，2026年找的是失重7秒，而1919年，有人在同樣變暗的天空底下找到了宇宙運作的答案。同一場日食，有人看見恐懼，有人看見物理，差別從來不在天上，在抬頭的那雙眼睛。而謠言不會因為這一次被拆穿就退場。2027年之前，它大概率會換一個日期，換一組數字，重新出現在你的群組裡。到時候你會認得它，真日期、假災難、大數字，精確到分鐘的時刻表，配方不變，只是換了包裝，賬本就放在這裡，隨時可以再對一次。到那個時候，希望你想起的不只是這支影片的結論，而是這套方法，先問出處，再問可不可能，最後問專業機構怎麼說。方法比結論值錢，因為結論只能用一次，方法可以用一輩子。3個星期後，月亮的影子會準時落地，準時離開，一如預告。引力不會請假，飛機不會墜落，你的雙腳會穩穩踩在地上，因為腳下這顆星球的質量一刻都不會少。真正值得抬頭的理由只有一個，在謠言與恐慌都過期之後，宇宙的精確依然分秒不差。而當影子沉入地中海，這場倒數並不會歸零。2027年的埃及，2028年的黃昏環食，日食黃金時代的大幕才剛剛拉開第一腳，天空接下來要給的，比任何預言敢說的都要多。